一颗普普通通的洋葱却能让印度民众怨声载道，政治家看后也是频频流泪。洋葱在印度可是相当重要的食材，三哥的咖喱如果没有洋葱，那就是没有灵魂的。而在过去几十年间，印度却还是爆发过多次的洋葱危机。1979年，在野党国大党领袖英迪拉把洋葱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，而且英迪拉每次在竞选演讲中都会强调，一个无法让人民实现洋葱自由的政党早就应该下台了。可他最后能够竞选成功，和以洋葱的价格问题攻击当时的执政者脱不开关系，可见洋葱在印度人心中的地位。1998年，印度的洋葱价格突然暴增10几倍，直接让印度人开始了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，间接导致了印度人民党在许多选举中失败。到了2010年，印度洋葱价格暴涨后，印度人又一次涌入街头，愤怒地要求曼莫汉辛格下台。一颗小小的洋葱为什么在印度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？印度人可以随时换个总统，但生活里不能没有洋葱。其实关于印度人如此看重洋葱，实际上还是和他们的饮食文化有关。印度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季风带，当地炎热的气候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，所以他们习惯用辣椒、大料、洋葱等保持食欲。再加上印度的贫富差距过大，经济又不景气，导致许多人民生活贫困。这些人的饮食中很少出现肉类，蔬菜便成为了他们的主要食物。而印度的洋葱产量是世界第一，这就导致了印度本国的洋葱价格便宜，许多居住在贫民窟的百姓必须依存洋葱存货，也自此成为了印度中下层民众的主要食物。可随着印度的人口越来越多，关于洋葱的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。在2005年，印度洋葱迎来了大丰收，可因为没有事先做好市场评估，导致了大量洋葱被出口，国内一时间供不应求，从而引发了严重的游街示威。那么当时的印度又是如何处理的呢？为什么印度人对洋葱耿耿于怀？价格暴涨的背后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印度虽然勉强度过了2005年的洋葱危机，但之后既没有加大对农业领域的投入，也没有主动针对洋葱进行真正的合理规划。他们的政策非常简单，那就是只要出现洋葱不足的时候，那就禁止出口。通过加大洋葱出口税，以此来留住洋葱在国内市场的流通。可这也导致了之后的多次洋葱危机，严重影响了国内政治。因为印度政府每次宣布禁止出口的时候，并不能让所有人都赞同。毕竟在这些农业负责人看来，一旦过早的停止出口，虽然能快速稳定国内的洋葱市场，但对于国家和种植洋葱的农民来说，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。首先会对国家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，其次还会让国内瞬间陷入洋葱廉价的错觉，最后会让农民们不再有动力去种植洋葱。一旦后面真的供不应求，印度政府的颜面必将大有损失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